不是你配不上我，是我配不上你。今日妻子虽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躲了过去，但下一次呢？如果下次再发生这样的事，你一定要第一时间派人通知我。你装病拖延时间，等我回来处理。还有下次啊？看来相公在外面惹的桃花债不少呢。听着妻子说话酸溜溜的，西渊低头安抚的又亲他一口。我只是说如果再发生类似的事，交给我处理，知道吗？明月点点头，一脸的乖巧温婉。二皇子府，宋敏听着贴身公公的禀告，多少有些诧异了。没想到五妹喜欢的竟是谢渊，他真不知是该说他有眼光，还是眼光不好。京都关于谢渊和他夫人的事情，他也是略有耳闻。先是救命之恩，紧接着是父皇金口预言的千里姻缘一线牵。宋敏觉得这一切的一切都是谢渊故意宣扬出现的，其目的也很简单，就是为了保护他的夫人。由此可见，他和他夫人的感情应该很好，五妹这一片深情恐怕注定要错付了。不过谢渊既然惹得妹妹如此伤心，他少不了要替妹妹出口气。想到明日他就会去翰林院入职，宋敏当即将自己心腹召到跟前，言语了起来。小姨，我观你神色有些憔悴，可是近来家里发生什么事了？沈娇娘点点头。近来一直都在找房子，没有休息好的缘故，你别担心。小姨准备搬出北罗胡同？这2日就搬。近来孩子乖不乖？沈娇娘目光温和地看向江明月的肚子。江明月看他并不愿多言家中之事，就配合道：孩子近来乖得很，都没有闹我。江明月说的乃是事实，自从8个月以后，孩子突然就老实了起来，只需要每天晚间和他互动一会儿即可，平日里他都是老老实实的，不像之前时不时的就会动一下。这是好事，孩子很心疼你这个母亲呐。你再有1个多月就要生了，产婆可找到了？找到了。昨日里你姨丈回来跟我提了一句小渊的事，说他在琼林院上因为开罪二皇子，现在进入翰林院后坐了冷板凳，此事你可知？其实陈富贵还说，如果谢渊愿意的话，他可以给二皇子递话，话里话外就是只要投奔了二皇子，立刻就可以解了眼下的困局。而这话沈娇娘并不打算和外甥女说，因为她看得出来谢渊是不会投靠二皇子的。江明月虽然一无所知，可是脸上的表情并不变。我知，小姨不必担心，相公能应付的。黄昏，当谢渊回来后，江明月将看望了沈娇娘以及从她这里得到的消息给丈夫说了一番。陈富贵现在以不足为患，他蹦跶的越厉害，死得越快，你不必为他的事费心思。相公，你在翰林院这边可好？我很好，现在所遇到的事对我来说都不是事儿，所以不必为我担心。江明月笑着点点头。翌日黄昏的时候，谢渊走出翰林院，一个小太监突然拦住了他去路。谢大人，我家公主有请。谢渊挑了下眉，本欲拒绝，但想到公主的事情之后，说不定他会为难妻子。劳烦公公带路。见过公主殿下。谢状元请起。不知公主殿下唤在下前来所为何事？谢状元可愿娶我？臣家中已有贤妻。你可休了她，一个商户女罢了，她配不上你，也给不了你什么。我不同，我乃是一国公主，只要你娶了我，财富、地位、权势，这些通通唾手可得。我相信谢状元是聪明人，应知道该如何选择。公主既这般优秀，又何必挖空心思抢别人的男人？商户女又如何？只要臣喜欢就可。在我看来，公主也就比我妻子会投胎而已。谢渊明明可以用更加委婉的方式拒绝公主，但这一刻却采用了激进的方式。没有人可以当着他的面折辱他妻子，哪怕这个人贵为公主。大胆，竟敢对公主如此说话！谢渊瞬间气势大变，咄咄逼人。你小小的宫女，竟敢对朝廷命官大呼小叫，才是好大的胆子。对上谢渊冰冷的双眸，福乐心中微微一凛，气势瞬间弱了下来。谢渊，你当真不愿娶我？公主金枝玉叶，值得更好的。臣和臣的妻子伉俪情深，恩爱两不疑，再容不下他人。很晚了，臣还要回去陪臣的妻子吃饭，就不打扰公主了。谢渊。可惜谢渊就像没有听到似的，一步都未停，头也没回，大踏步的离开。宋蕊望着离开的谢渊，身体微微的摇晃，崩溃的瘫坐在地上，想着出宫时母妃对他说的那些话，
她缓缓地闭上了双眼。公主，算了吧，谢渊他配不上公主的，公主值得更好的。没有人比他更好了。等着急了吧？想到这段时间你食欲不振，我绕路去买了一些果脯，就耽误了一些时间。公主召见他的事情，他并不想告诉妻子，免得他担心和忧虑。只要你无事就好。不要胡思乱想，这里是京都，我又是官神，只要不犯错，无人能把我怎么样。饿了吧？咱们吃饭。就在二人用晚饭之时，宋蕊回到了宫中。贤妃娘娘看着双眼通红、一脸伤心的女儿，就已经知道结果了。这次可死心了。母妃，我不甘心的。我是公主，身份尊贵，容貌出众，无论是礼仪还是学识，哪点比不上那个少妇女？为何她宁愿选她，都不愿意选我？这不是比得上比不上的缘故，也并不是你不够好，而是喜不喜欢。这世间最不能勉强的就是感情。蕊儿，放下吧。西渊就那么好，值得你这般为他伤心？我知道这样不对，可我就是控制不住。你就那么喜欢他？很喜欢。非他不可？哥，你帮帮我。我来想想办法，但是能不能成，我无法向你保证。我相信哥哥，有你出手，肯定能成功。好了，那就打起精神来，别让姨母为你担心了。宋敏安抚好妹妹，出了皇宫。西渊这里走不通，那就从江明月的身上下手。宋敏回到府中，将事情交代下去之后，就暂时把这件事情放于脑后。现在对他来说，最重要的是扳倒张仲月。夫人，田夫人来了。江明月微微的有些惊讶，没想到婉言拒绝了田夫人几次之后，他竟直接找上门来，现在倒不好再拒绝了。将田夫人请到正堂来。这位就是谢夫人吧？冒昧来访，如有打扰之处，还请你见谅。田夫人哪里话，快请坐。我很快就要生产，身体笨重，也很久没有出门了。听说近来京都十分热闹，也不知是真是假。的确热闹，前些时候我和老爷出门，正巧碰到了谢大人的车驾。我家老爷本想和庄园公打声招呼，没想到谢大人却被公主请了过去，当时我们都吃惊得不得了呢。江明月脸上表情不变，没想到朝阳公主还召见过丈夫，看来那个公主还并未死心。那田氏今日来是什么目的，就一清二楚了，就是不知道她和朝阳公主是何等关系。田夫人看她并不接话，眼底闪过了一丝讪讪，但毕竟是二皇子交代的事情，即便是硬着头皮，她也要完成。也不知二人聊了些什么，过了一会儿，公主一脸伤心地离开了。谢夫人恐不知，二皇子最是疼爱这个妹妹，现在看到妹妹这般伤心，心里自是不舒服。谢大人在翰林院的日子本就艰难，这日后恐就更加艰难了。这可如何是好？这事倒也不是不能解决，只要让公主达成所愿即可，那二皇子自不会再为难谢大人。谢大人对夫人有情有义的，我相信夫人肯定也不希望因为自个儿的原因，让谢大人葬送了自己的大好前程。田夫人真是个心善的人，在我们无任何私交的前提下，愿意跑到我家来专门提点我，这个情我领了。不过我家的事情就不劳你费心了，这马上就中午了，我就不留你了。苹果看人走了，有些担忧的看着江明月问他：夫人，你没事吧？你家夫人我心宽着呢，可不会轻易就让人影响了心情。爷爷那里应该不会有什么事情吧？不会，二皇子只是皇子，还阻碍不了相公的前程。他担心的是宋蕊、宋敏二人这次不成，恐怕还会有什么后招。晚间要和谢渊说一说了。赵山受伤了。夫人别担心，他伤得不重的。怎么受的伤？素娘可还好？谁受伤了？你回来了。家里谁受伤了？是赵山。近来素娘一直都在暗中打探铁心庵的事，我担心他会出事情，就派赵山暗中保护他。这事儿谢渊是知道的。素娘被发现了？幸好赵山出现的及时，将素娘救了下来。铁心庵可有发现素娘？赵山说没有，发现素娘的是他身边的护卫。谢渊点点头，
重新将注意力放在妻子身上。他一面轻轻地抚摸妻子肚子，一面柔声和肚子里的孩子说话。今日乖不乖？有没有折腾你们阿娘呀？这是席渊每天回来都要做的事情。江明月将田夫人的事情给丈夫说了一番。可有气着？我心宽着呢，日后谁来我都不见，也不会出门。即便他们还有后招，我也不怕的。我只是有些担心你。安心，除了圣上，谁也奈何不了我。明月笑着嗯了一声。宋蕊、宋敏不该一而再再而三地将主意打到他妻子身上，要给他们一个教训了。一大清早的，你去哪儿了？出去办了点事。办坏事去了？我表现得很明显吗？江明月摇了摇头。是因为我了解你的缘故。你去做什么坏事啦？给二皇子、公主找点事做，省得他们老是盯着咱们。江明月哦了一声，并没有再追问。素爷，陪我走走如何？素娘点点头。素爷，近来可有什么心事？素娘犹豫片刻之后，轻轻地嗯了一声。能和我说说吗？我会是最好的听客，说出来你说不定会舒服些。我最近有些迷茫。迷茫什么？夫人是不是已猜到我为何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了？应和你的丈夫有关吧？是，我之所以会变成这样，皆是因为他。不过这也是我咎由自取，只怪我识人不清，不顾娘亲友的阻拦，非要嫁给他。所以哪怕他将你害成这样，你依旧没想过报复，只是为了惩罚自己。我之所以苟活到现在，一是夫人当时的话点醒了我，二就是我想再见一见母亲亲朋。我原本想着我余后几年这样过也挺好，但是我没想到他来到了京都。他来到京都后，住着母亲留给我的宅院，心安理得地用着母亲留给我的仆人，甚至拿我的死做文章，利用母亲在京都的一些人脉为他奔走谋差事，这是我不能接受的。不能接受，那就不要接受。素爷，你已经因为昔日的错付出了应有的代价，现在也是该让伤害过你的人百倍千倍的偿还了。他冷冷地看向了江明月。素爷，我这人虽然性子软弱，但最起码我知道一点，谁让我不高兴了，我就让他不高兴，因为我要让自己高兴，我要取悦我自己。我娘常常教导我，不要息事宁人，如果别人伤害了你，你不要既往不咎，而是有仇必报。暂时的息事宁人，只不过是在养精蓄锐，保存实力，就算是自损800，摇换敌人1000。都是第一次做人，凭什么咱们就要为别人受那么多委屈？谁还不是爹娘宝贝了？这句话让素娘瞬间破防，抱住江明月哭了起来。下午，你今日怎么回来的这么早？衙门无事就回来了。停职的事情，陈富贵并不打算告诉妻子。通过如花，他已经和二皇子那边的人搭上了线，而想要获得二皇子的青睐，还需要功劳。这个功劳就在谢渊和江明红的身上。谢渊在翰林院的事，你可给咱们外甥女说了？你已决定投靠二皇子？我一开始就不看好大皇子，只是当时形势所迫，没有办法。但是现在不同，我已和二皇子的人搭上了关系，且知道二皇子最近正在查张仲岳的事情，这对咱们外甥来说可是扳倒张仲岳的天赐良机。如果他愿意将张仲岳在远江府的所作所为告诉二皇子，如果他手里掌握着一些张仲岳的罪证，你就别做梦了，我不会充当你的说客，同样的，他们也不会投靠二皇子。我这可是两全其美之计，成了对咱们大家都有好处。况且我费心费力的做这么多，还不是为了咱们的这个小家？你是为咱们这个小家，还是为了你的野心？朝堂之上的事儿很快就传到了江明月的耳中。真的？不仅进了二皇子3个月的足，就连贤妃娘娘也受到了影响。那个公主殿下短时间内应该是出不了宫了。江明月知道宋敏的生母乃是贵妃，只不过在她5岁时，贵妃娘娘就病逝了。后来她的姨母进了宫，也就是现在的贤妃娘娘。贤妃受了处罚，作为她女儿的宋蕊，未来一段时间自是要低调行事。丈夫这一手还真是高啊，可以说是一箭双雕。大佬就是大佬。身体可好些了？对不起，让夫人担心了。现在我很好，夫人比我通透。昨日里听了夫人一席话，我只觉得豁然开朗。
能帮到你就好。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办？我要报仇，他们2人欠我的，我要一笔笔的讨回来。你打算怎么做呢？素娘沉思了片刻。我需要爷的帮忙。行，我大相公答应你了。等晚间相公回来了，你们可好好的聊聊。正堂内，爷，我本姓程，名唤素素。这些我也知道，现在你还是说些我不知道的吧。比如当年你和威武将军的事，可是轰动了整个京都，你们矢志不渝的爱情直到现在还广为流传，而这才过了几年，你怎就变成现在这副模样了？程素素先是一惊，紧接着则是羞愧。西渊的最后几句话像是一巴掌狠狠地扇在了自己脸上。程素素深吸了一口气，这才压下了心中翻涌的情绪，向西渊讲述起来。你打算如何报仇？我这一生最愧对的就是我的母亲，她为我伤透了心，现在好不容易才走出来，我不想再让她为我难过。你想悄悄报仇？你可能直接面圣？能，不过我要先取回一样东西，那东西在母亲给我的宅院中，而现在这个宅院被铁心安2人霸占了。我可帮你取出那件东西。报完仇后你有何打算？应该会离开京都。你的身体需要一处风景适宜的地方静养，且药不能停。我倒知道一个好去处，就是不知你愿不愿意。哪里？上清观。上清观有一天然的温泉，长泡虚寒，再就是长生道长的医术极好，有他照顾你，圣上我们都会很放心。在我妻子是个念旧之人，她肯定舍不得你离开京都。你要是去了上清观，往后她还能带着余姓他们常去看你。我和长生的事爷也知道了，知道的远比你想象的还要多。你的死讯传回京都后，西渊将长生为他做的那些事情仔细地给程素素说了一番。如果不是小红阻拦，长生现在已经死了。我现在这副模样实在没脸见他。你不该如此看低长生道长，他和世俗中的男子不一样，他所看重的并不是你这副皮囊。且我可以肯定的是，看到现在的你，他非但不会嫌弃你，反而会更加心疼你。过了许久，他声音有些嘶哑的应了一声好。明日我会将长生道长请过来，东西拿到手后，晚间有他陪你一起悄悄进宫，你意下如何？我听爷的，长生来了就无需再去取那件东西了。程素素看西渊双眼中闪过了一丝惊讶，心中顿时舒坦了许多，最起码他并不知道长生的身份。进宫后，我需你帮我做件事。何事？去见见朝阳公主，把你的经历好好跟她说一说，希望她能引以为戒。冷不冷？这会起风了呢。你可冷？不冷，反而有些热呢。长生是5时出过来的。没出什么事儿吧？知道了素娘现在的情况，他有些承受不住，怒气冲冲就要去杀人呢。好在我和素娘拦住了他。辛苦了。明月轻轻地摇摇头。夫妻2人吃完晚饭，长生扶着素娘走了出来。素素已经这段时间的事都告诉了我，谢谢你们救了她，并给了她一个安身之所。此情我铭记于心，日后如有需要我的地方，你们只管说。长生道长不必如此，这是我夫人与程姑娘之间的缘分。一句程姑娘瞬间愉悦到了长生，他并没有再说什么，而是将这份恩情放于了心里。我们该走了。外面起风了，很有可能会下雨，小心着凉了。加油，我们永远都是你的后盾。夫人，谢谢你。道长，素素姐我就交给你了。长生点点头，扶着程素素在2人注视下走了出去。回屋吧。不知为何，我突然有些紧张。安心，程素素一定会达成所愿。再怎么说，她也是圣上的外甥女，而且还是唯一一个外甥女，圣上绝不会让人如此欺凌她。听了丈夫的一番话，焦明月倒是淡定了下来。今日还是在使馆里整理卷宗吗？没有。西渊将翰林院的事情简单和妻子说了一番。也就是说，从明天开始，你就要在沈世讲的手底下做事了。西渊嗯了一声。这么大的事，你怎么不早些告诉我？刚才晚饭时，咱们应该庆祝一下的。这算什么？等我得见圣颜后，咱们再庆祝也不迟。皇宫御书房内，你说谁来了？旭公子，快让他进来。一会儿过后，长生走了进来。自家人就不必拜了。几年不见，倒是结实了不少。何时回来的？还早吗？刚回来不久，以后我会在上清观清修，没必要的话，
不会再离开京都了。好，不走好，以后三叔想你了，就能去上清观里看你了。三叔，我还带了一人来看你。哦，谁？皇帝宋明看着戴着面纱缓缓走进来的妇人，只觉得有点眼熟。这是……程素素恭恭敬敬地跪下，朝着皇帝宋明行了个大礼，抬头时双眼已是通红。舅舅，舅舅二字让皇帝宋明如遭雷击，身体不受控制地后退了一步。长生急忙扶住他。你叫我什么？舅舅，我是素素。素素，你是素素？你没死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这还要从8年前说起。前半夜无人知御书房内发生了什么，只知道圣上勃然大怒，愤怒声甚至传出了御书房。而后半夜，一队禁卫军离开了皇宫。徐哥哥，我在。我想去见见朝阳。小时候二人关系极好，长生并没有怀疑什么。如何？威武将军连带家小，昨天晚上都被抓了。素娘成功了呢，就是不知圣上用的什么名义抓的铁心庵。江明月心中好奇，就问了出来：欺君罔上，贪赃枉法，草菅人命。辛苦了，你下去吧。素姐姐，长生道长。长生冲江明月和善点点头，对素素道：我在外面等你。然后将时间留给了他们。铁心庵被抓的事情我已经知道了，现在感觉如何啊？是不是很高兴？高兴又爽快。出宫后我特意去了一趟天牢。你去见他们了？他们看到我惊恐害怕又绝望，那一刻我整个人瞬间就轻松了下来，心里也是前所未有的畅快。现在这种结果很好，我不会杀他们，我要让他们余生都生活在我的恐惧之中。如果不是你当初出手相助，我看不到今日。这段时间我过得很开心，如果可以，我真的想就这么一直待在谢府。我可不敢再收留你了，不然长生道长心里还不知会如何怨我呢。一句话冲淡了悲伤的气氛。他敢？上清观距离京都并不远，你只管随他去，回头我只要有时间就会带着余杏去看你的。好，你生产后一定要第一时间给我报个信。明月轻轻地嗯了一声。余杏跟着我的时间虽然不久，但是她聪明手也巧，也尽得我的真传。造房的事你可放心交给她。再就是这丫头心思有些深，你要是有时间了，可多跟她聊聊。我看得出来，除了你跟小红，她其实并不太在意其他人。你安心，我和阿弟相公会照顾好他们兄妹的。夫人，我还有一件事要告诉你。明月嗯了一声。朝阳往后应都不会再寻夫人的不是。江明月没想到丈夫竟背着自己做了那么多，心中满满的都是感动。黄昏，走了也好，他在咱们家总归不是个事儿，所以现在管造房的是余杏。余杏已经出师，不过他毕竟还小，我怕他累着，将荷花画给了他。等咱们孩子出生了，如果忙不过来的话，就请2个浆洗的婆子可好？谢渊点点头。今天孩子乖不乖？很乖的，今天都没怎么闹我。咱们的孩子和别人的孩子还真不同，别人都是越节节生产，孩子越活泼，他们反倒是越老实。这说明咱们孩子知道心疼人。嬷嬷也这么说的，近来我比这之前轻松了很多呢。相公，谢谢你。谢渊不解嗯了一声。素娘都告诉我了，保护好你和孩子是为夫的责任。明月闻言靠在男人的怀中，心中满满都是幸福。听说陈富贵近来可老实。前些时候跟随着张中岳出事，大皇子示弱，他也受到了波及。只见他已有目的的远离孙良，想借助咱们巴结上二皇子。为得到二皇子的青睐，他还将主意打到了姑爷和少爷的身上。不过前2天二皇子突然被圣上禁足，陈富贵又改变了想法，频繁的和孙良走动了起来。听说陈富贵是留不得了。之前留着他是因为他对他们还有点用，现在到了他为自己所作所为偿命的时候了。
将他做的那些事告诉孙良，再就是张中岳事发的事也可以推到他的身上。少爷准备借刀杀人吗？免得脏了咱们自己的手。好，我知道该怎么做了。小心一些，不要引起了孙良的怀疑。是。你说的是真的？假江明月的事儿是暗街的王老板和侄儿喝酒时无意说出来的。侄儿听到这事儿的时候也不信，那陈富贵胆子那么大，连咱们都敢诓骗。后来我特意去打听了一下，没想到竟是真的。而且侄儿还查到陈富贵在外养了一个外室，那外室是二皇子的人。侄儿怀疑陈富贵应该早就投靠了二皇子。二皇子知道了元江府的事后，再授意周言官状告主子。小叔，这段时间咱们对陈富贵可不薄，不曾想他竟敢这样对待咱们，绝不能轻饶了他。你们是什么人？想干什么？陈富贵望着官兵，心中突然有种不好的预感，面上其实丝毫不显。这时孙成从众人的身后走了出来。陈富贵看到孙成，心中突然咯噔一下，难道他做的那些事儿被孙良发现了？程贤侄，你这是做什么？这中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陈富贵，你真是好大的狗胆，连我们都敢诓骗。爷的事儿是不是你告诉二皇子的？冤枉！我和二皇子一点关系都没有。都到什么时候了，你竟还敢狡辩？你那个外室是二皇子的人，你敢说你不知道？孙良果然都知道了，他是怎么知道的？程贤侄，你听我解释。去牢里解释吧，都给我抓起来，一个也不要放过。放了他们，他们什么都不知道。爹，我怕。程贤侄，放了他们，要抓就抓我好了，他们都是无辜的。你说无辜就无辜了，都给我带走。慢着，我们和陈富贵也没有关系，他早就将我休了，孩子们也丢给了我。他绝对不能让官兵们将他们都抓走，特别是女儿。他已到了说亲的年纪，一旦进了大牢，以后亲事就艰难了。大人明鉴，我们早已经和陈富贵没有任何关系，无论他做了什么，都和我们无关。孙成看着手中的东西，还真的是休书，而且陈富贵还将儿女都给了沈娇娘，真的是好深的算计啊！原来他早就打算好了。大人，我已和王言官的夫人约好，一会儿要到他家里做客，可否行个方便？这妇人在威胁我。衣袖下的沈娇娘双手已经慢慢的变成了拳头，不过脸上却没有任何惧色，任由孙成打量。好在最后他赌赢了，孙成终归是放过了他。别说，可是计划有变。咱们的计划很成功，孙良的动作很快，今早江平将事情给江明红讲述了一遍。也就是说，小姨他们已经到了宛平。他本还想让他们受点牢狱之苦，再将他们救出来，没想到沈娇娘几人竟躲了过去，看来他是早就有准备。应该是的，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他们应该是去了林家村。除了陈娟那里，他们也没地方可去了。也怪不得林寒山会突然请假，想来是接到消息了。少爷，陈富贵那里咱们可还要继续盯着？不必了，他活不长了。以孙良的性子，他是绝对不会放过陈富贵的。张中岳很快就会回京，到时京都应会十分的热闹。你着重帮我盯着几个人。江明红凑到江平耳边低语了起来。爹，他们怎么可以对你用刑呢？怎么可以呢？阿爹没事，你们别担心。这几日你们可还好？你出事后，我就带着小菊他们去了女婿那里暂住，所以我们都还好。这几日你恐都没有吃好饭，吃点吧。来，给你们阿爹说说话。只来了你们几个吗？沈娇娘知道丈夫真正想问的是谁，她知道没有听懂，很平淡。女婿在和牢头说话，自从你被关起来后，女婿一直都在为你的事奔波，可惜我们却无法将你救出去。一点办法也没有了吗？为了能进来见你一面，前后我们已经花了60两。严哥他们还小，我手里积蓄已经不多，往后恐是来不得了。陈富贵听了这话，盯着妻子沉默了许久。严哥、叔哥，你们来。以后阿爹不在你们的身边，你们要听娘的话，知道吗？严哥，你是长子，往后要帮着阿爹照顾好你们阿娘，保护好姐姐和弟弟。陈岩声音发颤地了一声。陈富贵和2个儿子说完话，又将2个女儿叫到跟前，叮嘱他们一番之后，
你们先出去吧，我和你们阿娘说说话。陈娟擦了擦眼角的泪，领着泪眼汪汪的弟弟妹妹离开了天牢。你可是在怪我？休书是什么时候准备的？知道你在外面养了外室后，不是你想的那样。我无论是什么原因，你养小是事实。看在几个孩子的面上，我曾给过你一次又一次的机会，劝过你一次又一次，我拦不住你，唯一能做的就是保全几个孩子。沈娇娘将酒坛推于他面前，如果熬不下去了，你就喝了它。对不起。沈娇娘深吸了口气，压下了心中翻涌的情绪，抬脚走了出去。陈富贵直到看不见妻子身影，这才收回了视线。他眼眶通红地打开了酒坛，酒混合着泪，一口又一口地咽了下去。明月，你怎么了？怎么回事都在抖啊？哪里不舒服吗？我要生了。啊，别怕，我这就去换桂嬷嬷。穿上衣裳再出去。夫人要生了，快将桂嬷嬷请来。啊，这我就去换嬷嬷。是不是很疼？桂嬷嬷怎么还没有来？嬷嬷总要穿了衣裳才能过来。你别担心，我不疼的。好，我知道了，你别说话了。西渊看着这样的妻子，眼中闪过了一丝恐惧，再也没有平日里的镇定。他想出去看看桂嬷嬷怎么还没有来，但是又不敢将妻子一个人丢在这里。嬷嬷，明月疼得很厉害。我来看看。爷，在外面等会儿如何？别怕，我就在外面。陈柔，你现在就回宛平将栾叔请来，顺道告诉少爷，夫人要生了。嬷嬷，明月怎么样了？爷，请来吧。你怎起来了？走走，生得快。嬷嬷怎么说？没那么快生，恐还有1个多时辰呢。西渊闻言，脸色微微的一僵，他的明月怎么受得住呢？他不是一直都疼的，而是一阵一阵的，所以你别担心，我觉得还好。西渊看到这时候还在安慰自己的妻子，忍不住将她抱进了怀里。他的明月很坚强，也很懂事，可他越是这样，自己就越是心疼。你放心，我和孩子一定会无事的。该去翰林院了呢。我请了假就回来陪你。好，我和孩子都等你回来。明月，我就先交给你了。爷，你只管放心去吧，我会照顾好夫人的。夫人先吃点荷包蛋，有什么想吃的也可以告诉我。我想吃3鲜饺子。宛平枣林胡同中，可收拾妥当了。咱们现在就能出发。那快走吧。夫人要生了！沈冰心、江明红闻言那还了得，抬脚就开始往外冲。夫人现在如何了？嬷嬷让奴婢准备水，说是要生了。痛苦的呻吟声从屋里传出来时，西渊突然有些不安起来。他来回的走动，时不时的往屋内看一眼。西渊看到岳母，眼睛微微的亮了一亮，扭头冲屋里喊道：“明月娘，小弟来了，你别怕，我们都在这里，一会儿就好了。”好，孩子马上就要出来了，我都已经看到头了。江明月听了桂嬷嬷的话，再次用力的同时，暗暗告诉自己，只要生下来就好了，只要生下来就不疼了。夫人，加把劲儿，还有一个呢。夫人，加把劲儿，还有一个呢。他大脑还未完全反应过来，一阵阵痛再次席卷了他。江明月忍不住的叫出了声。她怀的是双胎，她怀的竟是双胎。谢渊竟瞒她瞒到了现在，虽知男人是好心，可江明月的心里却生起了些许的小脾气。谢渊，我疼，我好疼啊！姐姐一直以来都很怕疼，现在该有多疼，她会才叫得这般的凄厉呢？屋外的谢渊浑身一哆嗦，趴在了门上。明月，对不起，你再忍忍，马上就好了。可我好疼，我不要生了。谢
谢渊整颗心都揪在了一起，心疼的不得了，都恨不得替他受过了。阿姐，你最坚强，再忍一会儿就好了。栾毅看着紧张着急的二人，忍不住的笑出了声。江明月这会儿还有力气喊，说明力气还很足。爹，我不生了，我想回家。谢渊是个大混蛋，他欺负我。混蛋，都是我不好。明月，咱们不生了，咱们以后都不生了。你最好说到做到，这种罪，我不想姐姐再受一次。好，咱们不生了，我一会儿就带你回家。再加把劲儿，孩子马上就要出来了。江明月闻言，阵痛的时候用尽浑身力气大叫了一声。屋外的谢渊身体一僵，听屋内突然没了动静，着急的喊了起来：明月，明月！而江明红听到这一声惨叫，双腿一软，紧紧地抓着门，这才勉强站住。缓了几息，正想叫姐姐，可是一声婴儿的啼哭声突然从屋内传来。没有了吧？没有了，恭喜夫人，是龙凤胎呢。姑娘是姐姐，哥是弟弟。江明月虽然很想看一看两个孩子，但她实在是睁不开眼睛，一下子就昏睡了过去。去报喜吧。好。爷，少爷，夫人生的是龙凤胎，姑娘是姐姐，哥是弟弟。好，真好。今生姐姐不仅有爱她的丈夫，还有孩子了。而屋内，桂嬷嬷替江明月处理污秽的时候，脸色顿时一变。苹果，快请栾大夫进来。明月，怎么了？快拦住爷，小心他带了冷风进来，惊了大人和孩子。谢渊硬生生地止住了脚步。明月怎么了？桂嬷嬷，我姐姐怎么了？出血了。一句话让两个男人脸色大变。别担心，我进去看看。谢渊用最大的毅力稳住了心神，双腿发软，紧跟其后。栾毅坐下来替江明月把脉。谢渊看着脸色煞白、昏迷不醒的人，心如刀绞，闭上了双眼。此时他很乱，心中更是万般的滋味一同涌上了心头。我姐姐如何了？栾叔，明月绝不能有事。别担心，明月没事。谢渊闻言缓缓地吐出了一口气，整个人晃动了几下，这才站稳。没事就好，没事就好。醒了，要不要喝点水？谢渊起身沏了一杯红糖水。我喂你喝。江明月将红糖水一饮而下，在男人的服侍下漱了口，又重新躺下，这才问道：孩子呢？奶娘们正在喂奶，等吃完奶，岳母就会将他们推回来了。原来并不是我幻听，阿娘真的来了。岳母大人昨天晚上到的晚平，因太晚就没有过来。明月，对不起。哼，也不早点告诉我。是我不对，以后都不会了。你大人不计小人过，原谅我这一回可好？他昏睡了一整天，即便是有再大的气也消了。况且他之前已经吓唬过男人，而且他认错态度这般良好。行吧，谁让我是个大毒之人，这次就原谅你了。明月，谢谢你，谢谢你让我做了父亲。明月嘴角不受控制，微微向上勾了一勾。灶上煮了莲子银耳红枣粥，要不要来一碗？好。阿娘，辛苦您了。当初生我和弟弟的时候，你一定很疼吧？江明月自己做了母亲，才知道怀孕时的辛苦，生产时的疼。不辛苦，看着你们平平安安、快快乐乐的长大，看着你出嫁为人妻为人母，娘只有开心和欣慰，一点也不觉得苦。娘，宝宝，都是做母亲的人了，怎还跟小孩似的呀？在娘面前，我永远都是小孩。阿爹可还好？你们阿爹很好，知道女婿高中之后，这些年呢，从未像现在这样好过，连着咱们老江家也是扬眉吐气了。那段时间，沈立新温声给女儿讲述袁江府的事情，姐儿突然又哇哇哭了起来。可有奶啊，你这闺女嘴巴和你一样刁，刚才奶娘喂奶，她小嘴巴紧紧抿着，一口也不喝。没有办法，我就只能先给她喂了一点水。将她给我吧，我试试。小时候她也是不吃奶娘的奶的。晚间我再来看你。江明月看丈夫端着粥走了进来，
小小声的将女儿不吃奶娘的奶的事情给丈夫说了一番。她已开始认人了吗？我小时候也这样的。咱们女儿像你，给咱们女儿儿子起个小名吧。咱们女儿的眼睛像你，又大又圆，明亮清澈，很像葡萄，叫葡萄如何？挺好的。哥儿呢？从生下来就一直在睡，叫猪猪吧。你是认真的？贱名好养活。不好听，你看他小小一团，叫团子好了。那也行，放窑厂里吧。我先练习一下。江明月一时没有反应过来，直到见他动作粗鲁地将儿子从窑厂里抱出来，他这才知道他要练习什么。将葡萄给我吧。江明月看丈夫像个机器人似的，缓缓地转身，又缓缓俯身，小心翼翼将女儿放到了儿子身边。可刚才对儿子的态度简直是判若两人。你可不能太偏心。我只偏心你。哥儿姐可醒了？姐刚才醒了一小会儿，又睡着了。抱过来给我。江明月看着闺女，整个人软得一塌糊涂。等闺女吃饱了，她又紧接着喂儿子。娘，你回来啦？江明月知道母亲回宛平看小姨去了，陈富贵的事情谢渊之前已经告诉她了。可是吵到你了？没有，小姨他们可还好？暂时还好。你们小姨已决定明年随我一起回宛平。表弟他们呢？为了不影响你表弟们的前程，表妹的姻缘，你小姨已将他们改为沈姓了。沈岩很有读书的天分，他会留在宛平这边进于氏私塾，有林秀才和你弟弟照看，你小姨很放心的。沈叔、沈局会随着你小姨一起回阮江府。我们的意思是，以后你小姨、沈叔会进沈氏镖局。江明月知道沈氏镖局大部分人都是沈家一些族人，听娘的意思是打算让小姨和沈叔接管镖局。小姨能服众吗？还有你小五叔呢。没想到兜兜转转，小姨还是走了母亲之前给她规划好的路。是啊，当真是天意弄人。小五叔也隐居多年，想让他进镖局恐不容易。那就得看你小姨的了。回来的时候我摸了一下沈叔的根骨，虽不算是百里挑一，但还算是出众，很适合习武的。阿娘准备将沈家枪传给他，我还要再看看呢。气色倒是比昨日好了一些，主要是睡得好。葡萄团子可乖？乖得不得了，除了吃奶，拉尿的时候会哼哼几声，其他时间都在睡觉。谢渊走到窑床前，伸手轻轻地摸了摸女儿，又摸了摸儿子。这玉坠哪来的？姐姐给的。姐姐还给了我一些补品，给了孩子们几套衣裳，还有2个很精致的金锁。这是姐姐给我们的信。谢渊在妻子身边坐下，读了信，又递回给江明月。他端起桌子上的血燕，一边喂他吃，一边道：一天没见，我觉得葡萄团子好像白净了些。桂嬷嬷和母亲说，小孩一天一个样，长得特别快。爷，你的信。沈师傅这封信来的可真是时候。越城，没想到师傅和婉仪竟在越城。我记得你之前给我说过，江尚书就是越城人。师傅和婉仪应是很喜欢越城的，要不然也不会选择在越城过年了。相公，你游历时可去过越城？去过，一个很适合定居的地方，那里的人生活富足且过得十分的安逸。以后有机会了，我带你去越城看一看。好。谢渊明月继续往下看。谢灵歇，谢灵墨，葡萄，团子，你们有名字啦。灵溪，灵木，是不是很好听？回头见了师公，你们一定要好好感谢他老人家。我几个同僚都说咱们孩子的生辰好，还说咱们的福气都在后头呢。今日冯夫人也这么说呢，还偷偷告诉我他娘会看这些，他跟着他娘也了解一些，说15出生的孩子一般都是天上的神仙转世，且2人还是出阳世生的，就更是不凡了，狠狠地夸了一番葡萄和团子呢。咱们的孩子性子好，见了他们的人都喜欢得不得了，自然会夸。像我的上峰沈氏讲，平日里不苟言笑，最是严谨，今日见到葡萄团子还夸了几句呢。是吗？沈夫人可是个很好相处的人，说话时都是笑盈盈的。今日我们相处得很愉快呢，走的时候他还跟我说要下帖子，回头邀请我去他家做客的。原来不止葡萄团子讨喜，
就是我妻子也很讨喜。正是因为我这么讨喜，所以才能生出这么一对讨喜的儿女啊。席渊看着笑容明媚的妻子，伸手将她抱进怀里，漆黑的眼底一片柔和。说的有道理。我是不是胖了很多？是恰到好处的油肉。怀中的人软绵绵的，摸到哪里都像是刚剥壳的鸡蛋一样，手感特别好。谢渊的双手就像是自己有意识一般，缓缓地往下移，轻轻地就捏住了2个孩子的粮仓。明月惊呼一声，脸瞬间就红了。他一把抓住男人的大手，正想催他回去休息，却突然感觉他肌肉逐渐紧绷起来，然后传家宝就出了窍。你快去休息吧。我睡不着。相公，前面3个月不行，后面3个月不能，你又做了1个月的月子，明月，咱们满打满算才成亲16个月。出了正月，进入2月，天气比之前暖和了许多。江明月受邀来到了冯府。自从办完葡萄团子的满月酒之后，江明月也算是结交了几位合得来的夫人，冯夫人就是其中一位。谢夫人，听说谢边修近来天天进宫啊？外头的事情，夫君从未与我说过，所以我也不知。哼，自是什么也不会说，何以商贾之女，有什么好说的？说这些他能懂吗？江明月八方不动，脸上始终挂着得体的微笑，只当什么都没听见。冯夫人则是有些不高兴了。我相公也从来不与我说翰林院的事，说我一妇道人家，管理好内宅即可。我夫君也是，外头的事儿自有爷们儿去管，咱们要做的呀，就是替他们照看好后宅。谢夫人快尝尝这道开水白菜，恐怕你以前都没有吃过这道菜。我品着高汤里除了老母鸡外，应该还有排骨、火腿。谢夫人可品尝出来了？不知姑娘如何称呼？我姓何。李三奶奶凑于她耳边耳语了2句。何姑娘少说了几样，我尝着烟有川贝、老鸭和猪蹄。之前怀有身孕时口味偏淡，相公倒是经常做给我吃。哎呦，状元公还会做菜呀！冯氏立刻接话，如果不是害怕得罪人，他都想将何姑娘赶出去，这不是砸他台吗？会，无论是什么菜系，我相公都很精通。天哪，谢夫人当真是好口福。谢状元如此的优秀，着实委屈了。说着还特意的瞥了眼江明月，唯恐别人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似的。我天天和相公待在一起，竟不知他受了委屈。何姑娘消息可真是灵通啊。这一句话让何大姑娘脸色微微一僵，没想到江明月看着是好欺负的样子，竟免里带真是个笑面虎。接下来的宴席上并没有再出什么事儿，江明月通过李氏孙氏闲聊，这才得知席渊不知不觉竟成了宠臣，怪不得这几日他收到了那么多拜帖。晚间，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只是想看一看天子宠臣长什么样子。
看清了吗？看清楚啦，原来天子宠臣是我相公啊！听江明月软而糯的话语中，满满都是自豪。谢渊心情不错的直接抱起她进了屋子。江明月等男人落座之后，直接跨坐于他身上。相公，你真优秀，优秀到我嗷一下想将你吞进肚子里。女人都是感性动物，被那些妇人羡慕嫉妒的盯着，江明月的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。知道谢渊短短时间内已经混成了圣上面前的红人儿，他心中升起了一股冲动，将他吃干抹净的冲动。阿娘，今晚你好好休息，明日在外面吃早饭。好。谢渊等岳母离开之后，将妻子抱进了怀里。去哪儿？江明月将准备去上清观的事给丈夫说了一遍。上次咱们走得太过匆忙，这次咱们可好好的转一转。我去洗澡。我随你一起。帮我去。好。翌日，昨日里参加宴会可还好玩？好玩。因为相公的缘故，他们没少恭维我。我竟头一次知你还这么喜欢听好话。好话谁不爱听啊？我也不例外。托冯夫人的福，我还吃了2道名菜呢，开水白菜和东坡肉。下次木修我做给你吃。这下我就不算说谎了。什么说谎？我跟那些夫人们说，你之前也给我做过开水白菜，可是显摆了一番。回头就给你做，以后想吃什么了就给我说。明月嗯了一声，靠在了丈夫的怀里。今日爹爹木修带着咱们和姥姥来了上清观，你们要是不困的话，一会儿可以看看。这上清观可是京中最有名的异景呢。江明月知道他们听不懂，但还是给他们讲述了一遍。将孩子给我吧。明月，这就是葡萄和团子，你将它们养得真好，白白嫩嫩的，就像是小白面馒头。知道你生了龙凤胎，我欢喜的不得了。如果不是那几日身体不适，我就去看你们了。
你叫什么？云汉，我叫赵云汉，谢谢姨姨。不客气。你是和谁来的上清观？我阿娘和姥姥。哦，那你可知他们在哪儿？大殿里。我已派人去寻你娘和姥姥了，你先陪姨姨在这待一会儿可好？你去哪儿了？随着长生道长去见了观主，在他那里待了一会儿。你们什么时候回来的？回来2刻钟了，我刚才出去寻你呢。江明月将赵云汉的事给丈夫说了一番，可真是瞌睡都会有人递枕头啊。夫人，赵夫人求见。将赵夫人请到外室来。谢夫人，谢谢你救了我儿子。不用谢，我只是做了我应该做的。赵夫人回去后，不妨请个大夫为绿郎看看，以防发热。多谢夫人提醒。人走了？明月点点头。那咱们也走吧。好，素姐姐因还没有醒，咱们就不要打扰她了。只给长生道长道个别，如何？可。上山的时候，他们用了大半个时辰；下山时，他们速度快了许多。什么时辰了？还不到卯时。你今日要进宫？今日要和圣上讲史书，要不要喝点水？明月嗯了一声，不过他还犯着懒，并不想动。谢渊倒了水，坐于他旁边，伸手将妻子扶了起来。如果赵家下了帖子，你就回复他们，我明天晚上有时间，回头我再向你解释。哦，近来有些频繁了，我要不要喝点避孕的药？不用担心，你不会再怀上，此生有葡萄团子足矣。明月闻言愣了愣，还不等他问个清楚，男人也扶着她重新躺了下来，替她盖好了被子。睡吧，2个小家伙都要醒了，会叫醒你的。明月望着离开的丈夫，是她想的那个意思吗？她不由得想起了生产时谢渊冲她说的那话，所以她是认真的。照顾好葡萄团子，等婉萍那里的事情安排妥当了，我再来。阿娘就不要来回跑了，未来3天好好陪陪弟弟，省得他说你偏心。初5的时候，我和相公会带着孩子回婉萍为你送行。那也行，让桂嬷嬷在这里再住3天，初5再让她随你们一起回。好。夫人，赵家给老爷下了拜帖，拿来我看。江明月看过帖子之后，神色透着些许古怪之色。赵云汉的爹竟是个武将，他还以为是个文臣呢。
他收下帖子，对苹果言语了几句。皇宫内，方才爱卿也听到了，水蛮年年进犯我国领土，朕甚是头疼。爱卿可有什么良策？他只是个小小的从六品编修，像这种问题，皇帝问沈阁老他们更合适吧。皇帝好像也察觉到有些为难人了，开口道：此时就咱们君臣二人，只当是闲聊，你只需说说你的看法即可。君臣二人很快就讨论了起来，皇帝一个接一个的问，谢渊答得也很快，而且一针见血。黄昏，江明月看丈夫提回来6包的糕点，她问道：都是什么糕点？圣上赏的，我也不知，你可都拆开看看。圣上怎会突然赏你糕点？谢渊将发生在御书房的事情给妻子说了一番。这哪里是什么赏嘛，明明是讨要的。不过他胆子还真是大，跟皇上下棋竟还要讨彩头。你不怕圣上生气吗？圣上可不是小气的人，我今日故意只赢了2子，反而激住了他的好胜心。如果我所料不差，他明日或后日应还会找我下棋。还准备赢？且这次我会再多赢几次，这样圣上会觉得是自己的心态出了问题，下次我再让他赢。江明月突然觉得圣上有西渊这么一臣子也真是够倒霉的。悠着点吧，把握好那个度。西渊点点头。怎么了，岳母？娘回宛平了，那边的事情还需要他安排呢。本来他准备明天就回来的，我没同意，让他待在宛平好好陪弟弟2天。初5晚上我带着儿女们回去给他送行。舍得？自然是舍不得，但咱们已经霸占母亲那么久，总得分出几天给弟弟的。初5我随你们一起回。初6你能请假吗？请半天应该没问题。谢谢相公。西渊笑了笑，在妻子耳边低语几句。明月的脸微微一红。你怎么想的都是这种事情？之前节食太久了，现在自然是有些贪，以后赢就好了。你半个月前也这么说的。妻子有点不好糊弄了。他想了想，又在江明月的耳边低语了一句。明月只觉得脸皮有些发烧，可是丈夫的提议又太过于诱人，她还真的想尝试一下。谢渊看妻子没有拒绝，就知道她是同意了。赶快吃饭吧，都饿了。这可以说是一语双关。还没有睡醒？我昨晚子时才睡。听着妻子话语中透了一丝埋怨，精神奕奕的谢渊轻轻笑了一声。以后每天可都早起2刻钟，陪着我一起打拳。就是说他体力不好？明月睁开眼睛瞪他。不要胡思乱想，只是想让你陪我一起打拳健身罢了。不要，我起不来。成吧，我将葡萄团子推出去给奶娘照看，你可好好的再睡一会儿。元江府屋内，江三娘看着一脸严肃、双手微颤解开衣裳的人。男女授受不亲。赖安看他一眼，什么也没说，只是很坚定地解开他衣裳，露出了肩膀的伤口。忍着点，我要将剑拔出来。轻点，我怕疼。怕疼就不应该替我挡这一剑。但我也不能眼睁睁看着你受伤啊。二人说话之时，赖安一个用力就把剑给拔了出来。江三娘闷哼一声，只觉眼前发黑，过了好一会儿这才缓过来，而彼时赖安已经手脚麻利地替他包扎好了伤口。东西可拿到了？拿到了。还查吗？赖安摇了摇头。元江府的水比他想的还要深，这段时间如果不是面前这个人鼎力相助，哪怕他这个暗卫统领恐怕也要折在这里。再查下去，二人恐怕都会死。那我睡一会儿，好累啊。睡吧，我就在这里陪你。回来了，怎聊这么长时间啊？年前江明宏给我举荐了2位武将，希望我能想法将他们调到沅江，说是以他们的本事，只要给他们机会，将来2人可成为镇守一方的大将。这位赵明礼就是其中一位。谢渊嗯了一声。明宏说完之后，我就调查了一番2人的情况。正如明宏说的那样，他们的确是将才，而缺少的只是一施展才华的机会。年后我一直都在思索如何才能结识他们，没想到事情竟那么巧，我竟在上清观救了他的儿子。这说明老天爷都在帮你呢。前天到底怎么回事？那几个小孩为何要欺负云汉？赵明礼的处境很艰难，空有一身的本事，
却没有施展的机会。再加上去京都大不易，就想走走关系，谋一个外放的差事。那几个孩子的爹，要么是赵明礼的上峰，要么是兵部管理武将升迁的官员，他们自然看不起巴结他们家的赵明礼一家人，而偏偏赵云汉又处处比他们优秀。这位赵明礼人品如何？比我想的还要好，可以用有勇有谋来形容。相公打算帮他？帮他也是帮咱们自己。真不容易吧？相公打算怎么帮他？以前或许很难，但现在就容易多了。现在谢渊可是时常能见到皇上。赵明礼的祖上和开国皇乃是一个村的人，我打算从这个方向做文章。小渊呐，明月被我们宠坏了，虽已身为人母，但这性子还跟小孩似的。往后家里的事儿，你就多上心了。娘，你放心，我会照顾好明月，也会照顾好孩子们。他顿了顿，又低声提醒了岳母几句。你放心，往后我和你爹会韬光养晦，绝不惹事的。照顾好自己，帮我和你爹多看顾些明月和2个孩子。学业虽然重要，但是平日里啊，也别太累了。娘，不必为儿子担心，师父师娘都待我极好。女婿你婆婆都很好，往后和他们好好的过日子。我们这边你不用担心，往后只要有时间，我就来看你们。上船啦！沈立新抱了下闺女，就看了一眼西园几人，背着包袱和妹妹3人上了船。船渐行渐远，江明月直到再也看不到母亲的身影，这才收回视线。他心中虽然不舍，但更多的却是希冀下一次的重逢。而且他也知道，距离下一次重逢不远了。时间过得很快，转眼就是2月15。夫人，赵夫人和赵少爷来了。将他们请到客厅吧，我一会儿就过来。这位赵夫人是？她丈夫是赵明礼。这段时间赵氏隔3差5的就会来他家拜访，江明月和他已经很是熟悉。姐夫何时结识的赵明礼？这事就说来话长了，等会我再跟你细说。现在你陪我出去见见赵夫人和云汉吧。云汉这孩子呀，是个读书的好苗子，你姐夫起了惜才之心，想介绍他到于氏私塾读书呢。你今日正好可见见他。好。2人走进了客厅。谢姨，乖，赵姐姐快坐。这是我弟弟，名唤江明宏，去年中的秀才，他和我相公一样，也是于氏私塾走出来的。江公子年纪轻轻就已经是秀才了，假以时日，肯定能和谢状元一样高中3鼎。借赵姐姐吉言了，你带着云汉出去玩会儿，我和赵姐姐说些贴己话。好。我阿弟还是于氏私塾于山长的弟子，云汉如果这时候入私塾，只需我弟弟引荐一下即可。江妹妹，真的是太谢谢你了。赵姐姐不必客气，我很喜欢云汉这孩子，也不想他这样一直虚度光阴。 2人说好了赵云汉进入私塾的事，他今日主要是来给江明月送一些野味和羽毛，所以并未多待。云汉如何？的确是个读书的好苗子，最关键的是他待人很是赤诚。你姐夫也这么说的。永思近来可好？前几天受了点凉，我让他去找栾叔抓点药，他非要自己给自己看，并没治好，反而将自己折腾得更加严重了。没事吧？我带他去栾叔那里，栾叔为他开了3天的药，还未吃完就好了。近来他痴迷上了医术，一有空就往栾叔那里跑。表弟呢？小姨刚走的那几日，他还有些不适应，现已完全适应了现在的生活。早上跟着我一起去于氏私塾，下午随我一起回。私塾放假，他就跟着林姐夫一起回林家村。今日赵氏来了，清晨过来的，送来一些野味和各种颜色的羽毛。之前我们闲聊时，我曾偶尔的提过一句，说是想用各种颜色的羽毛给葡萄团子做个彩球，不曾想他竟记下来了，也不知他用了多久才收集到这些羽毛的，还写得干干净净的。他们有心了，明日晚间你不必等我，我准备去赵家一趟。明月知道应该是要和赵明礼说元江府的事，他轻轻地嗯了一声。不瞒赵哥，我今日登门是有件事要跟你说。哦，什么事？赵哥也知我时常出入皇宫，近来谢渊将圣上准备往水军指派几位武将的事情给赵明礼说了一番。经过这段时间的相处，我知赵哥是个有本事的人，缺的就是一个机会。我觉得这次对赵哥来说就是一次机会，只要你在水军站稳脚跟，
帮着朝廷掌握水军，往后便可平步青云，当然风险也极大。兵部下属武将极多，朝廷不一定会选择我呀。我可以帮赵大哥。赵明礼闻言，心脏砰砰的加速跳动起来。谢老弟，我想好了，我去。谢渊异常的平静，毕竟这一结果早就在他预料之中。赵大哥回去等消息吧，这2天应就会有结果了。今日提携之情，明礼将会永记于心。我既唤你一声赵大哥，在我力所能及的前提下，自然会帮你实现报复。赵大哥不必如此见外。谢渊回到家中，夫妻2人坐在一起吃晚饭的时候，江明月把到孙家做客遇到田夫人的事情给丈夫说了一说。他可是惹你不快？我相公现在可是圣人面前的红人，他们只有8、9的份，哪敢惹我不快呀？很好，也不枉我挖空心思讨圣上的喜欢了。辛苦辛苦，吃点肉补补。多谢夫人。别动。这一次江明月终于可以确定自己并未看错。你的脸怎么回事啊？受伤了？不过无大碍，而且是我自个儿打的。好好的干嘛要打自己呢？谢渊握住妻子的手，向他解释了一番。明月惊到小嘴微张。你的胆子也忒大了，这可是欺君之罪。没关系，圣上不会查的。不怕1万就怕万一，无论做什么事情都不能抱着侥幸的心理。明月一脸严肃地看着丈夫，妻子鲜少这样过。谢渊认真回道：你说的有理，我以后都不会了。明月看丈夫将她话听了进去，也就放了心。相公，你要好好的，你好了，我和孩子们才会好。对不起，让你担心了。江明月轻轻地摇了摇头。2天后，兵部的调令传来的时候，赵明礼又是高兴又是激动。真的成了，谢老弟当真好本事啊！翰林院中一直都在关注这件事情的谢渊很快就知道了此事，和他之前猜的差不多，并没有太大的出入。确定不会有人进来提笔给岳父写信，一是告诉他几位武将的情况，二是给他说一说赵明礼的事情。到时候2人如果能相互帮衬，无论是对赵明礼还是岳父来说，都是一件好事。你们谈完了？我将岳父介绍给了他，等他进入元江府后，应会第一时间拜访岳父。未来几个月，他们相互照顾，我也安心些。相公费心了。江明月亲了亲丈夫的薄唇，可以说，无论是张仲岳的事情事发，还是元江府能有今日的局面，都是丈夫谋划的结果。这是我作为女婿应该做的。况且赵明礼如果能站稳脚跟，对我以后去元江府赴任也有帮助。告诉你一个好消息。什么好消息？青城绿娥来了，姐姐有喜了呢，已经有2个月了。这还真是个好消息。姐姐怀香很好，不晕吐也不挑嘴，只有一些嗜睡，且爱吃酸的。我将你去年泡的梅子给了绿娥。你做得很好，辛苦了。这有什么？我一点也不辛苦呢。而且今日绿娥的到来，让我知以后咱们能常常和姐姐联系。是呀，绿娥的到来足以说明了宋人现在对他们的态度。2月19，赵姐姐，你来就来了，怎么又带了这么多野味啊？主要是除了野味，其他的什么东西我都拿不出手。你们帮了我们那么多，如果什么都不带，以后我可不好意思再登门了。只要姐姐不愿，我让你们夫妻别开了即可。怎么会呢？我和相公的心里就只有感激，绝再无其他的。我相公等一个这样的机会，已等了7年了。以后咱们肯定会越来越好的。云汉怎么没有来啊？他前天已入了于氏私塾，昨日里还跟我说交到了2个好朋友，大家对他都很好呢。于氏私塾虽不是宛平最好的私塾，但风气很好。云汉应该很快就能适应那里的环境。我相公也是这样跟我说的。我今日来主要是跟你拜别的。我和相公已在宛平县租了一个小院子，打算今天下午我们就搬过去，后日相公直接从宛平出发也方便一些。姐姐可别忘了妹妹，往后咱们呀一定要多走动走动。只要你不嫌我烦，往后啊我肯定经常来拜访你的。我求之不得。元江府，赖安将家常的玉佩递给了江三娘。愿不愿随我一起去京都？无名无分的，你休想将我拐走。等我。江三娘反手抱住了赖安，
扭头与他耳边低语：“吻我，吻我，要像那天一样。”莱安看着比花还要娇美的人儿，双臂微微用力将她抱了起来，一个转身压在墙上，重重地吻了下去。1个时辰之后，姜文听了管家的话，知道莱安将家常的玉佩给了三娘，心情颇为不错地坐了下来。二人的这桩姻缘他并没有怎么插手，只是根据女儿的信以及赖安进入元江府后暗中观察她几天，根据她性格分析了一番她可能会喜欢哪一种类型的姑娘，然后不动声色地让他们出现在他的面前。没想到最后他却和三娘看对了眼，接下来二人之间的事情就水到渠成了，他并没有再插手。而这段时间三娘虽然遇到了几次危险，但好在结果是好的。回来啦。明日我木修，你有没有特别想去的地方？明月轻轻地摇了摇头。那就去上清观吧，你和孩子们也可泡泡温泉。行啊，现在上清观的风景因比之前还要好呢，一些野花樱都开了。明日咱们早些出发，在山脚下吃早饭。清晨赵姐姐来了。可是有来拜别的？他们今日就搬去了宛平，后天赵大哥会直接在宛平和大家会合出发。我想着他们近来开销大，就赠了他们50两银子。你做得很好。光口头夸奖不行。谢渊低头亲亲他的薄唇。如此可好。当然，如果你还不满意，咱们就可以再由浅入深的交流一下。我在跟你说正事呢。我也在和你聊正事呢。谢渊抱着妻子，双眼温柔而又专注地看着他。明日我木修，可以晚起来一会儿。这种事怎么能这样搬到台面上来说呢？江明月都替男人臊得慌，他的理智告诉他应该抬腿就走，不要再听这些污言秽语。可他脚底下就像生了根似的，实在是男人顶着这张清冷俊美的脸说这种话，有种极大的反差，勾人的很。这一日，谢渊江明月在观中待了大半天，走的时候程素素林林总总给他们备了许多东西，有给他的，也有给谢渊的，甚至他还为葡萄团子做了2身衣裳，让他们有空常来玩。当谢渊江明月回到京都，天已完全黑了下来。到了第2天，也是今日，二皇子宋敏重新踏入朝堂。从这天开始，朝堂之上就变得热闹起来，而水军那边每隔10天就会有一道折子送到皇帝宋明的面前，请大将军尽快回去主持大局。皇帝宋明虽不想放人，但是3月初4随着张仲岳认罪，朝廷诸公都知道留不下他了。圣上可是有什么心思？真舍不得大将军呐，这次分别还不知何时才能再见。那就不妨再多留大将军一段时间。大将军可是2朝老臣，这处罚之事要慎之又慎，怎么着也不能伤了老臣的心，要给沈阁老他们一点商量的时间。爱卿说的有理。因为谢渊这番话，朝廷诸公又强留了张仲岳12天，3月16处罚才下来，官降2级，罚俸禄5年。之前10万水军的兵权都在张仲岳的手里，到现在变成他和李治一同掌管。张仲岳离开京都的事情，江明月很快就知道了。虽然结果他早就知道，不过听到这一消息时，他还是有些失望。你现在回一趟宛平，告诉少爷张仲岳离京了。是。张仲岳离京了，很好，该是他出手的时候了。江明红飞快写了几封信，递给于根，冲他低语了几句。相公，栾叔有儿子了。今日生的？来报喜的人说早上发动的，孩子是未时末出来的，有7斤多重呢。好，栾叔终于有后了。可惜他现在无法回去，不然呢，一定要好好的陪他喝上一杯。相公，月底回去了，你好好的陪陪栾叔，我想他肯定有很多话想跟你说呢。西渊轻轻的点了一下头。今日朝堂之上，圣上可宣布设总司农司的事了？宣布了，且和我之前预想的一样，朝堂诸公无一人争夺这个位置，最后5皇子领了这个职位。这也算是双喜临门吧。可惜不能小酌一杯。明月瘪瘪嘴，不过为了孩子他忍了。
谢渊看着灵动而又娇俏的妻子，直起身子亲了一下她红唇。这时啊啊的声音传了过来，二人扭头就看见团子仰着小脑袋，正乐呵呵的看他们啊啊个不停，好像在说羞羞羞似的。真是羞死个人了。谢渊唇角上勾，伸手将媳妇抱进了怀里，看着儿子。非礼勿视，没看到你娘都不好意思了吗？团子还以为爹爹是和他在说话，叫得更大声。这是想让你抱呢，你陪孩子们吧，我去灶房看看。谢渊看着妻子离开了，走于摇床前，将儿子和闺女都抱了起来。你就不能跟你姐姐学学，当什么也没有看到？皇宫中，皇帝宋明拿着棋子久久没有落下，他瞥了一眼老神在在的谢渊，明明局势对他来说是一片大好，他却有种不太妙的感觉，因为面前的谢渊太会布局了。那启禀陛下，赖统领回来了。快去，这棋一时半会儿也分不出胜负，咱们明日再下。看谢渊脸色出现了片刻的僵硬，然后又不可置信地看他一眼，好像在说原来你是这样的陛下。谢渊这丰富的面部表情成功地把皇帝给逗笑了。你放心，朕绝不会耍赖，更不会背着你私下里研究这盘棋。微臣相信陛下，微臣告退。臣见过圣上。这几个月你辛苦了，能为陛下做事是微臣的荣幸，微臣并未觉得辛苦。赖安从怀中拿出自己收集来的证据，递给了皇帝。微臣深入水军探查过，除了明面上的15万大军，张仲岳手里还有3万私军，而这些私军并不在咱们大楚境内，在水蛮境内。陛下圣明，微臣查到最近5年，张仲岳一直都在秘密的和水蛮做着交易，所以这几年水蛮并未犯境。不错，张仲岳纵容手下从商贾那里抢夺的物资，大都和水蛮进行交易了。交易的什么？各种类型的珍珠、宝石、盐。他交换的这些东西呢？盐卖给了盐贩，这些钱大部分都给了大皇子妃。至于珍珠和宝石，微臣无能，没有查到。不是你无能，是他藏得太深了。你能查到这些，朕心甚慰啊。这次你深入远江府，祭祀九死一生，带回来这么多的铁证，立下了大功，可有想要的奖赏？微臣想向陛下讨一张赐婚的圣旨。今天玩的可开心？开心。上午我们赏了桃花，中午在桃林吃的饭，下午泡完温泉后，我陪着素素姐摘了火花，不知不觉的也就到了黄昏了。素素姐一再挽留我们，说让我们明日再来。不过我可舍不得相公独守空房，葡萄团子也会想他们爹爹的，所以我们就回来啦。谢渊闻言，奖励性的亲了一下媳妇。馆主和长生道长根据古方调配出了一种新的祛疤药膏，素素姐擦了一段时间之后，效果极其，她脸上的疤痕比之前浅了很多。素素姐很高兴，还特意送了我一点呢。一会儿我看看。今天下午我在宫内见到了归来的赖安。未来几天你多关注一下赖安。他和三娘的事情，爹爹曾在信上隐晦的提起过1-2句。好。月底，谢渊和江明月收拾妥当，早早的就回了宛平县。你们终于来了，李妹，今日女眷这边就有劳你替我们招待了。栾叔放心交给我即可，你们说话吧，我去看看栾婶。明月离开之后，栾衣乐呵呵的看着谢渊，忍不住的显摆道：“我有儿子了。”恭喜了，重10斤呢。听说你生了，我和相公高兴的同时都松了口气。如果不是相公还要当差，京都那边走不开的话，我们早就过来了。当差要紧，况且你们要是提前回来，我恐怕还没有精力招待你们呢。现在呢？近来你栾叔一直都在为我调理身体，再加上你派人送回来的那些滋养品，我现在已经好了很多了。二人说了会儿话，周巡娘低声告诉他，今日他们都邀请了哪些人，哪些人需要他亲自招待，以及这些人的身份性格等等。再说前院正堂内，谢渊得知栾毅老年得子高兴，
所以哪怕他将一个奶娃娃夸上了天，他神色也没有任何的不耐。可等到他想说和他订个娃娃亲的时候，谢渊不愿意了。我女儿以后招婿，再就是他们2人插着背呢。招婿？我就这么一个女儿，可舍不得将她嫁出去吃苦，往后肯定是要招婿的。不打算再要一个？我不愿明月再受10月怀胎之苦，生产之痛，有葡萄团子我已知足。今日你都请了哪些人？来了这么久，谢渊终于将话题拉到了正事上。到了4时末，明月、谢渊、栾毅3人去了4味楼，因为周秀娘还要坐月子，并未随他们一起出门。齐永嗣的拜师礼呢，今日是在这里举行。就在皇亲国戚种斗之时，张仲岳遇刺身受重伤的事情传回了京都。如果是以前，这样的消息肯定会引起轩然大波，但是这一次京都却是异常的平静。只有大皇子一人拖着病体入宫了一趟，请求圣上严惩刺客，派兵护送张仲岳回到元江府。皇帝宋明呵呵笑了一声，随便的寻了个借口，就将宋城打发走了。种斗之后发高烧的宋敏听到这一消息，只感觉病都好像减轻了几分。谢渊虽然身在黄庄，却是很快得知这一消息，而且比大多数人知道的还要详细一些。遇刺了。张仲岳伤得很重，已弃船进入朗州府，接下来不养好伤或接应他的人不到，他应不会再出发了。那也就是说，短时间内他无法回元江府了。夏收之前他恐都回不去。不光是小弟和二皇子，他相信就是岳父李治将军朝廷派过去的那几个人等，恐怕也不会就这样让张仲岳回去。太好了，如此就为爹赵大哥他们多争取了一点时间。明日你可写信将此事告诉岳父大人，也让他老人家高兴高兴。好。第二天，江明月送走丈夫之后来到了书房，不仅给爹娘写了封信，也给弟弟写了封信，将张仲岳遇刺这一消息告诉了他们。江明红接到信时只觉得有些奇怪，姐夫竟知道这么多，难道他也对张仲岳出手了？这个念头只是在脑海中过了一过，就被他压了下去。5月下旬，你们在聊什么这么开心？一大两小听到谢渊的声音，同时朝他望了过来。团子说我想爹爹了，他怎么还不回啊？孩子们想我了，他们的娘有没有想我？想了呢，相公今日怎会得这么早？我们第3次沤的肥成功了，五皇子高兴，就让我提前回来了。五皇子已经掌握了沤肥的法子，那往后你是不是就不用再往黄庄跑了？明日里禀明了圣上，应就不用了。一会儿咱们就小酌一杯，庆祝一下。这么高兴？这段时间你都瘦了，也黑了许多，手也比之前粗糙了很多，我都心疼死了。说着，她仰头亲了亲丈夫的薄唇，正欲离开，谢渊突然就罩住了她后脑勺。哎呀，别，孩子们都在呢。谢渊直接抱着她来到了内室，亲了个够，这才松开她。讨厌，晚上你就该喜欢了。这句话的暗示意味太过于明显，让江明月瞬间红了脸。不理你了。明月逃也似的回到了卧室，而谢渊平复了一番呼吸，压下了蠢蠢欲动的传家宝，告诉自己现在还不是时候，再等等。可怜啊，这段时间一直忙于沤肥，他的传家宝许久没有入鞘了。谢兄恭喜啊，圣上也在朝堂之上公布了农家肥之事，指示了农家肥后亩产可达230斤，朝廷诸公都惊了呀。有了这一功劳，谢兄必可以达成所愿。孙兄呢？承蒙谢兄看得起，我愿陪你去元江府闯一闯。我可以向你保证，你绝不会为今天之决定后悔。我相信谢兄。二人以茶代酒，喝了一杯。卧室内，你们达成共识了？他会随我一起去元江府赴任，投桃报李。我准备将他安排到清河县。明月顿时一惊。清河县？相公呢？按照他们之前的打算，谢渊到了元江府赴任，谋求的正是清河县的县令。他为县令，我自然要为知府，如此一来，我们才能相互照应。知府可是正五品呢，而且手握实权，这目标是不是有点太大了？不过他是了解谢渊的，知道他并不是个口吐狂言之人。相公，有多大把握？以前只有3成，但现在农家肥之事，我现在有7成把握。可需要我做些什么？你只需要帮我照顾好自己，照顾好咱们的女儿，你们都平平安安的，我才能心无旁骛的去做事。
明月轻轻地嗯了一声。6月初1，御书房内，谢渊恭敬地向天子行礼。爱卿平身。农家肥之事是国之柱石，关乎大楚千秋万代。你研究出农家肥，功在社稷，理当嘉赏。说说吧，你想要什么？启禀圣上，微臣听说今年元江府有很多空缺，臣想去元江府。皇帝宋明闻言，微微地眯了些眼睛。爱卿何意选此？不若去兵部，兵部尚书有一个侍郎的空缺。谢渊知道圣上应该是在试探他，即便是让他入了6部，也不可能一入6部就让他当侍郎。他如果真的按照圣上说的去了兵部，那就是沽名钓誉，是个想当官的人了。谢渊开口之时，越发的恭敬。微臣去元江府不为求官，只希望能做圣上手里的刀，帮圣上整顿元江府，使其重新归心朝廷。元江府之事，爱卿知多少？比起别人应多一些，因微臣的妻子就是元江府人。谢渊的情况，圣上自是知道的一清二楚。他沉思片刻，问道：“你应该清楚，去元江府意味着什么？”臣一清二楚。不怕危险？谢渊摇了摇头。宋明看着一脸无畏的谢渊，脸上重新出现了些许的笑意。你退下吧，此事容朕想想。是。还未洗澡吗？洗了，不过又出了一身汗呢。可需要我帮忙？不用。江明月说着进了浴室，谁知男人也跟了进来。天气燥热，哪怕是男人在动，江明月还是出了一身薄汗。反观谢渊是清清爽爽，仿佛不食人间烟火。怎么看书了？书没你好看。看够了。江明月轻轻地摇头，捧着男人的脸是亲了又亲。看不够，当然看不够了，我要看一辈子呢。他往奏折上看了一眼。你写好了吗？我能看看吗？毕竟这还是丈夫第一次写奏折。当然可以。明月看完奏折，一脸惊讶地看着丈夫。你给圣上说了？这奏折上写的是谢渊申请调任之事。今天早上圣上问我想要什么奖赏，我就趁势告诉了他，想去元江府。圣上同意了吗？说是要考虑考虑，不过我才8、9不离10，因我们都知道没有比我更合适的人了。那岂不是说咱们很快就能去元江府了？谢渊并不打算带妻子去元江府，最起码今年不行，会很危险。不过现在他并不打算告诉妻子，省得妻子难过。很晚了，咱们回屋休息吧。相公杯，我走不动路了，腿酸。再说同一时间，元江府。别担心，我们回来了。大家伙可还好？毛少侠、小五都受了点伤。其他人呢？其他人无事，不过商家、卢家、钱家死伤了不少人呢。姜文点点头。既是去行刺的，自然就会死人。他没有说的是，只要他的人没事就好。可得手了？毛叔在我们的掩护之下靠近了张重月，虽没有当场杀了他，却再次刺伤了他，且剑上苗姑娘还涂抹了秘药，够他吃一壶了。不过我们并未拦下张重月，这次即便是他拖着病体也不曾停留，只是速度稍微慢了一点。按我们估算，再过5天他就会进入元江府的。这一结果已经很好了，毕竟咱们又拖了他2个月。再说第2天，散朝过后，皇帝宋明单独召见了沈阁老。爱卿，你觉得谢编修如何？沈阁老闻言也就知道陛下已将谢渊派到元江府。他很好，且和旁人不一样。他这个人呐，很像小牛犊。沈阁老的心快速跳动一下。爱卿，昨日里谢爱卿大胆直言，告诉我他想去元江府。他将昨日里君臣2人的对话给沈阁老复述了一遍。专欲将元江知府曹忠调回京都。陛下欲让谢渊任元江府知府一职。他是个可造之才，也是一把未开刃的好刀。借元江府之事，正好磨一磨他。圣上英明，不过谢编修到底年轻了些，初入元江府恐很难服众啊。爱卿说的不错，
还需要一人为他坐镇。你觉得朕的小五如何？沈阁老心猛地一跳，五皇子当真是好本事，短短一段时间就入了圣上的眼，让圣上甘心为他谋划。说是用元江府之事磨一磨谢渊，可圣上真正想谋的人，应该是宋仁吧？为的什么？果泥，今日没有应酬啦。谢渊嗯了一声。他们现在就可以吃东西了吗？可以吃一些容易消化的果泥、蛋羹、米糊糊之类的，不过还不能多吃，1天1餐。经过赵姐姐来了，赵大哥传来消息，在咱爹的帮助下，他已掌握了1000水军，并且占据了一个小岛，以那个小岛为中心，练兵的同时往水蛮那边探查。很好，有了这1000水军，他也算是有了依仗。张仲岳即便是回到水军，他应也已有了自保的能力。朝廷派过去的另外几个人也很有意思，他们要么与商卢几家取得联系，达成合作，获得他们的支持，要么投靠了李治将军。哪位投靠了李治将军？好像是一位名唤李虎的副将。李虎，竟是他！他为了儿女吃完了果泥，将葡萄团子交给了奶娘，拉着妻子往外走。啊，去哪？给爹写信，让他想法通知赵明礼，必要的时候可以和李虎合作。你知道了李虎的跟脚？这位李虎应是宋仁的人。五皇子当真是深藏不露。夫妻2人来到书房，给姜文写了封信之后，这才吃晚饭。再说晚饭过后，姜明月带着儿女进了浴室，给2个小家伙洗完澡，换上干爽的肚兜，将他们哄睡后，他往躺椅上一瘫，就不想起来了，真是又累又热。明日里我帮团子洗澡。明月嗯了一声。去洗个澡吧，洗完早些睡。不想动。头发都汗湿了，还是要洗个澡。我现在一点也不想动，一动就又是一身汗呢。他才刚刚凉快下来呢。谢渊闻言望了他一眼，什么都没说，转身出去了。江明月望着谢渊的背影，翻身斜靠在了躺椅上。啊，干嘛？你不是不想动吗？我抱你去洗。江明月顿时有些不好意思起来。那倒也不必。不过很明显的是，他心口不一，嘴上虽是这样说，却并没有下去的意思。谢渊一路抱着他来到了浴室，放下了妻子，伸手就要帮他脱衣服。啊，我自己来，你可以出去了。我刚才关只剩这么多水了，咱们一起洗吧。那温热的气息喷洒在明月的耳畔，让他浑身都有些软了。相公，你可真好，没有你我可咋办呢？懂懂男人为她擦干了秀发，江明月揽住了她的腰，她笑容明媚，桃花眼乌黑发亮，甚是勾人。谢渊缓缓地吐出了一口气，大手遮住了她眼睛。别这么看我。我怎么看你了？你不累吗？我不累，我只是怕你热。说着又轻轻地亲了一下他额头。睡吧。焦明月悄咪咪地看了一眼克制隐忍的男人，可不敢再说什么，乖乖地躺了下来。圣上动作很快，前脚招元江知府回京复职，后脚谢渊任元江府知府的调令就下来了。圣上给了他1个半月的时间走马上任，也就是说他7月底必须抵达元江府。调令下来之后瞬间引起轩然大波。要知道谢渊之前只是从6品，即便是外放为官，最多也就是6品，在地方上慢慢熬，慢慢的往上升。而现在他一上任就是5品，简直是不可思议。皇宫内，皇帝宋明算是和谢渊交了个底儿。这就是暗卫伸出元江府调查出来的结果。你入元江府后，一是收集张仲岳的罪证，2就是压制牵制他，给几位将军争取一些时间，3就是查清楚他将那些交易回来的金银珠宝藏在了哪儿。这最后一点，如果可以和那些蛮夷使者接触接触，如果能正式和他们建议贸易往来，自然最好。微臣领旨。
相公，圣上给了你多久时间走马上任？1个半月。这么赶？如此说来，咱们是不能看着小红他们进书院了。西渊知道有些事情必须要和妻子说清楚了。明月，我有一事要跟你说。什么事？今年你不能跟我一起去远江府。江明月闻言撅起了嘴巴，双眼瞬间红了。西渊心疼地将她抱进了怀里。如果可以，我也不想和你们分开，但今年不行，太危险。你和孩子们就是我的软肋，我不能给张中月威胁我的机会。江明月听了丈夫的话，慢慢地冷静了下来。其实之前明红就隐晦地提醒过她，今年她恐怕无法跟着西渊回远江府，只不过那时自己还抱着侥幸的心理。现在她虽很难过，但还算是理智。相公，咱们要分开多久啊？给我1年的时间，等解决完张仲月，咱们一家就可以团聚了。什么都没有你的安全重要。张重月并不好对付，即便是2年3年也无妨。我和孩子们都会好好待在秦都，等你回来。西渊闻言心中五味杂陈。明月，谢谢你。江明月轻轻地摇了摇头。夫妻2人就这样相互温存了一会儿之后，他将大皇子、二皇子的人向他下了帖子的事情告诉了西渊。都聚了吧，咱们时间宝贵，无需在这些人身上浪费时间。孙大哥那边什么情况？他的调令是中午下来的。甚好，他们搭伴一起去沅江的，路上也有个说话的。未来2天，我拜别了沈讲师他们后，带你去一趟上清观。往后我不在的日子，如果发生了你无法解决的事，你可去上清观寻长生的庇护。长生？西渊嗯了一声，将长生的身份告知了妻子。长生是端王的儿子。长生和端王一样生来体弱，端王怕养不活他，就将他放在了道观。端王虽死好几年，但圣上特别疼爱这个侄儿，所以只要不是天塌了下来，长生应都可以解决。姐姐那里你打算怎么办？我准备明日晚间将姐姐约出来聚一聚，你意下如何？自然好，只不过会不会给姐惹来麻烦？你别担心，我会将事情都安排妥当。西渊抱着妻子，事无巨细交代了他很多事。江明月听得很认真，神色并无任何的不耐烦。2人都无比珍惜仅剩的这几天的时间。上清观后面的小院中，也去沿江府夫人的事我都听说了，你是怎么打算的？我会留在京都。甚好，孩子们还小，我也不建议你带着他们出远门。再就是长生说沅江府现在有点乱，你若带着孩子们过去，恐会不安全。当然我也有私心，你在京都咱们也能时常聚聚，不然平日里除了长生，我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了。你要是不嫌我烦呢，日后我肯定会时常带葡萄和团子来你这玩的。我求之不得。2人说话之时，正堂内，我不日就会到沅江府赴任，别的我倒是不担心，只担心留在京都的妻儿，将他们托付给别人我不放心，希望你能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照顾一下他们。你们对素素有救命之恩，只要我还活着，他们就不会有事。这句话胜过千言万语。西渊向他道了谢。谢施主，老道有一事想托，观主但说无妨。我有一师侄，名唤西文，前些年途经沅江府，突然就没了音信。谢施主闲暇之时，还请你找找我这师侄。不过我不确定能否找到。老观主点点头，从怀中掏出了一个令牌，递给了西渊。这是凭证，当然谢施主需要人手时，也可拿着这块令牌去道观调2、3人。这可是个好东西啊！多谢观主。江明月和丈夫会合之后，辞别了长生程素素，带着儿女下了山。天完全的黑了下来，江明月将儿女交给了奶娘，随着西渊悄悄地出了门。马车内亲人相聚，西渊、江明月、谢柔都十分的高兴，3人有着说不完的话。姐，府里近来可好？农家肥的事情出来之后，府里很是热闹了2天，不过爷没有回府，就出了京。他不在，渐渐的府里就安静了下来。姐夫走时可给你留人了？我这边你不用担心，他走之前已将所有的事情都安排妥当了。你打算何时出发呀？明月这边可都安排妥了。12出发，明月会留在京都。紧接着将他们与长生的事情给姐姐讲述了一遍。如此甚好，京都虽在天子脚下，但是并不意味着绝对的安全，有长生道长在暗中照看，会安全许多的。我和孩子这边姐姐不用担心，我会照顾好孩子们，照顾好自己的。
反倒是姐姐这边一定要保护好小兰，保护好肚子里的孩子。只要将这段时间熬过去了，咱们一定会越来越好的。明月说的不错，阿姐不必为我们担心，你要做的就是保护好自己和小兰，如此才不枉姐夫做了那么多。你们安心，我心里有数。